第8章劝持品第13。妙法如莲花般的真理，能让人得到真正的安乐，即使遇到阻碍，也要努力去弘扬，不要再踌躇。明白是善的，就不应该落于人后的去实现它，不要坐视其果，要为真正弘扬而弘扬，拿起勇气，将《法华经》的精神传承下去。这时，药王菩萨以及大乐说菩萨和2万位菩萨的眷属，都在佛陀前面发下誓愿。佛陀啊，关于弘扬无上大法妙法莲华经的事情，请不要担忧啊。是，在如来入灭后，我们都会奉持、读诵、讲说法华经，使众生能因此而觉悟啊。如来入灭后，这世间将世风日下，众生的善根变少，信仰转趋薄弱，傲慢心增长，而且贪图利益与供养，渐渐远离解脱之道，实在不容易弘扬佛法啊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仍将以无比大忍辱力来读诵此经，书写及供养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，也要护持到底。所以请佛陀不必为此担忧啊，请将此大任委任给我们好了。这时，有500位阿罗汉和有学无学已得到受记的人，也向佛陀发下誓愿。我们也愿意宣讲此经，使人们有所觉悟啊。这时，佛陀的姨母摩诃婆舍波提、焦檀弥带领6000人从座而起，来到佛陀的面前合掌，并且目不转睛地看着佛陀。焦檀弥啊，你为何愁眉不展地看着我呢？世尊啊，你受记与会大众将会彻悟成佛，可是却没有受记我们将来能成佛呀。好吧，焦檀弥，看你心意如此坚定，就如你所愿。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将来会在68000亿位如来住世中担当大法师，渐渐具足菩萨道，都将会成佛。成佛后的佛号就是一切众生喜见如来。最后跟随你那6000位菩萨，也陆续会得到受记成佛啊。佛陀后来又为耶输陀罗比丘尼受记成佛，号为具足千万光相如来。焦檀弥和耶输陀罗以及眷属得到受记后，法喜充满，并向佛陀发愿：世尊，我们也一定会在其他国土来努力弘扬这部《法华经》啊。这个时候，佛陀只是默默地
用慈悲的面容凝视着大众。菩萨众从座位站起来，走到佛陀面前，合掌礼敬，并说：佛陀啊，请不要为弘扬法华经而忧虑。在您入灭后于恐怖的恶世中，即使遇到无知的人，恶言辱骂，甚至棍棒刀剑胁迫我们都会忍耐克服困难，全力宣扬法华经。而在恶世中，也会出现一些充满邪念的修行人，心里都是谄媚自己而歪曲是非，为彻悟却自称已经开悟，心中是无比的傲慢。另外，也有一些假借宗教之名的道场，贪图利益与供养，并宣称自己是行正道，心怀不轨，轻贱世人，常眷念世俗的事物，但却被无知的人当作佛菩萨一样盲目地崇拜。这些恶人甚至为了贪图利养，会用恶言恶语来毁谤攻击我们。无论遭受到无比的侮辱，我们都会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地维护正法流传。在污秽的恶事中，越是艰难恐怖，我们越是会以坚韧无比的耐力和柔和的心来对应，一定要护持法华经。这虽然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也会秉持着不惜牺牲生命，唯有爱惜无上道的精神来弘扬这个法教。是的，佛陀将此任务托付给我们，无论任何地方，只要有人追求无上的真理，我都会竭尽所能的为他宣讲法华经，因为这是尊贵的佛陀所嘱咐的。我要担当世尊的使者，不畏艰难的去实现它。是啊，佛陀，请不要再担心这件事了，我们都发誓要好好的去实现它呀。很好，大家都那么有决心，一旦宣扬这部可达到完全彻悟的法华经，迫害及险阻将不断地随之而来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要以柔软的心境来对待这些逆境。只要能够忍过这些难事，所谓的妙法才能弘扬得开呀。手握自遍天地，不能调御，唯有叹息，是崇尚盖佛法义。真理魔法情，手写是璀璨的，万求无能，同心悲泣，不忘狂澜无力气。真理魔法情，守望见毁灭的，身教衰微，不知叹息，舍身报佛须。